本次视频教程呢是关于香港银行开户的教程。本人呢非中介，纯粹呢分享开户教程。我也不建议你去找中介。在网上呢有很多营销号做一些香港银行开户的事宜，但是呢他不告诉你自己如何去办。所以说呢我今天做一个视频，你完完全全是可以自己亲力亲为的，也不用去花钱，也不用提供资料去给别人，很容易泄露。好，第一家的话，我们介绍汇丰香港。很多人希望开一个汇丰香港银行账户。那么汇丰香港的话，其实有公众号，公众号最近呢有说明，比如说最近的是6月10号的一个教程，它是教你怎么去银行开户的。但是最近是有变化，比如说你人在中国内地，你提前预约开通这个汇丰旺账户是目前开不了了。那么如果说你是汇丰卓越账户的话，那你就比较方便。如果说想亲临分行开户，你可以预约这个啊。不过这个预约分行开户仅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尊上及卓越理财客户，所以说注意。这边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啊，切勿通过第三方或中介开户，费用全免的，你不用找人。首先一点，你先打开你的软件商城，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话，打开 App Store， 然后呢这边搜索相关的关键词HSBC HK 就够了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程序，然后这个程序你下载一下。OK， 当你打开这个程序之后呢，你会进入一些页面，然后同意就开始到这个页面。这个页面的话，你可以看清楚一些相关的事宜，最终呢还是要去香港一下。然后下一步就进入这个页面，那么选择国家和地区，你现在目前在哪里？不要选错。然后呢，问你是否有香港身份证。如果说你有香港身份证，你在内地，你也可以开到汇丰账户。如果说你上面选择是中国内地，下面是没有香港身份证，那么你的界面就会这边是这样子，你只能开汇丰卓越账户，汇丰旺是灰色的，不可以选择。那上面的话还有个提示啊，如需开立汇丰的旺账户的话，你可以在抵达香港后直接于网上开户或亲临分行办理。OK， 那假如说你人在香港，或者说你有香港身份证，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汇丰旺账户是可以开立的，不是灰色的。好，接下来问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原因的话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打算在香港储蓄投资也可以，经常到香港度假也可以。这边呢是电子邮箱，就不多说了。然后这个部分呢是验证港澳通行证，那么你需要自拍一下。还有它这边的话需要这个读取通行证上的芯片信息。好，这边呢需要有一个地址，居住地址，然后呢不能填写中文，只能填写英文。我建议填写拼音，然后呢按照中国的地址顺序来撇，不要写倒序。因为什么呢？考虑到这个邮递员、快递员的方便。关于税务居民的问题，如果说你是中国内地公民的话，那么你这边选择这个是税务编号，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。那如果说你除了中国税务居民以外，有些人是有别的国家税务居民的，那么这边也要勾选。好，这部分的话是关于他们在获取你的资料。OK， 到达这一步的话，就说明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你就可以注册手机银行，然后经过邮寄方式获取自动柜员卡和密码，这个密码是通过密码信来发给你的。好，这一步您的账户已经成功开立，那么你就可以登录手机银行了。第二家银行呢是香港经常看到的恒生银行。恒生银行呢是作为汇丰集团旗下的成员，你可以理解为是汇丰银行的儿子。那恒生银行的提款卡，你在汇丰的 ATM 机上取钱的话是可以免手续费的。那么相反也是一样，恒生银行很贴心的落了一个网页，这个网页的话，你这边可以找到开户教程，然后如何开立户口，这边有个跨境客户开户，查看详情过来就可以看到。好，到达这步的话，这边有说明你可以预约，然后呢，它这边下面还是非常详细的，有图文教程，也有视频教程。然后呢，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要提供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，还有需要手机号码。第二步的话，下载这个 APP， 然后点这个手机开户。第三步的话是要求按照这里说明，然后填写个人资料，然后这边点确认和同意。好，到这边之后呢，你就预约完成了，然后呢，这边要预约。那么再说一点，有些朋友的话可能会担心，比如说我今天到香港，我一天能不能开成呢？这个的话其实你要注意，因为你这个 APP 的话本身就要在香港打开，现身处香港，然后呢这边预约的话，你这边下面可以看到预约时间。
比如说我这边今天是6月21号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家21号的，它的格式是按照日月年的格式来的。那么大部分的话都是没有了，所以说呢，你要提前先看一下这个时间有没有，有的话你再去预约。好，现在介绍一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，也叫中银香港，或者说叫中银国际吧。那么你在这边网上的话，其实电脑版本里面就可以选择这个开户类型啊。电脑版本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可以看到预约时间有没有号子啊。那么点这边同意，然后点继续。那么我不建议说你直接去看 APP 上开户，等一下我会稍后介绍。那么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先选一下啊。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区啊，你看都满了是吧？啊，都满了。然后这边点这个啊，点这个你可以看时间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全县分行7日内的预约开户日期都满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你可以在网上先看一下，否则的话你去了也是白去。而且最要命的呢是它这个只能预约7天之内的，这个按理来说的话，只能还抢号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不管这个预约号满不满，如果说在不满的情况下，你首先下载这个 APP 叫中银香港，你也可以搜索 BOCHK， 然后呢到这一步之后，打开开立账户。好，然后呢第二步的话，你最好选择是我身处香港，当然你人本身就要在香港，我就怕你人到香港然后预约不上号。然后这边条款与细则的话，你这边点同意接受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邀请码是可以选填的，你及时开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步的话，我建议选择我不在分行，你先在网上先提交再说。那么提交哪些东西呢？就是身份证、港澳通行证都要，还有一个出入的记录啊，这个从国家移民局那个 App 啊，或者说小程序上都可以下载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它有这个说明啊，1、2、3、4啊，最好是要解压，但是呢，在手机上解压有点麻烦。那么有个非常好的办法，就是通过一些在线解压的软件啊，我之前也通过这种像百度云盘啊、阿里云盘啊，应该是能解压的。好，关于这个移民局小程序怎么打开呢？其实你就在微信上搜索"移民局小程序"这6个字，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了。找到之后，你这边选择中国公民服务，这边就有出入境查询。好，出入境记录查询，然后呢，这边查询最近的3个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查询啊，你也可以点这个往来港澳通行证，也可以点直接查询都可以。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把那个出入境记录啊，你在左下角地方你可以点那个发送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面，邮箱里面可能下载下来是一个压缩包，你可以把这压缩包传给你朋友，帮你在线解压一下。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在线解压的软件去解压一下。那比如说我说的这个百度网盘就可以。好，这边要获取位置啊，这个必须要允许的。那么身份证认证这个的话需要采集你的信息，你要进行拍照啊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手机号码验证啊，接下来就是账户开立成功了。那么这个账户的话，你就可以立马转账了，可以立马使用了。你只要用手机银行就可以了。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有卡才是算账户开立，其实在香港的话，其实那个卡是只用来提现用的，卡号跟那个账户号码是不一致的。现在我介绍一下工银亚洲，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亚洲分行，其实亚洲分行就是香港分行。那么它的开户流程，那么这边的话是一个截图，是苹果的 App Store 的截图，其实你就先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了。那么有些朋友的话，他这边只有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， 那么很多朋友他是用安卓手机的，他下载不到工银亚洲怎么办呢？还好，其实在工银亚洲的官方网站里面，它有那个下载链接 APK 文件，你可以下载。例如我这个是 APK， 就是从官网上下载的 APK 文件，然后但是呢这边要出于安全考虑的话，它可能会限制你的来源，所以说点设置，然后呢这边权限的话你得允许，因为这种银行开户的权限的话是要求比较高的，比如麦克风啊、摄像头啊都需要。好，到达这一步的话，打开 APP 之后，这边有个新客开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你点击这边居民身份证开户，用身份证开户。然后这边是个提示啊，港澳通行证的话也是要的，然后呢有效期呢是100天以上。虽然说这个开户呢你可以在内地申请，但是呢这个最终呢还是要人要去一趟香港的。开户你可以提前把资料提交，在内地提交。好，这边开户的类型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理财金，一种是一般综合账户啊。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就选择一般综合账户吧。理财金账户是要求维持港币80万日均存款以上的才可以豁免月服务费，否则的话你会被收月服务费的。当然这个权限等级也是更高的。
那么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综合投资账户啊，如果说你这个账户呢不拿来在公银亚洲里面做任何理财投资的话，你就不要勾选。如果说勾选的话，你万一去分行的话，分行可能会要求你的一些投资流水。那么纯粹储蓄，那就是简单一点就把它去掉。好，这边的话输入你的电邮跟电邮的验证码。那么这边需要输入一个邀请码或优惠码，如果有的话啊，你可以输入 HLS028，点下一步就可以。好，这边的话，默认你下面先拍摄这个身份证的正反面，然后有个辅助证件，因为需要2种证件。那么我的建议是港澳通行证，你不要用护照了，用港澳通行证，因为最终还是要去香港一趟的。虽然说拿护照转机方式也可以去香港，但是那种方式的话，我不太建议啊。最好是港澳通行证，除非你是真的有必要出国。港澳通行证呢，其实也叫双程证，你去了之后再回来，这种双程证。好，那么这一步的话，你会收到个短信啊，这个开户的话，其实预审核结果 OK 了，然后等你到工行的网点或者说 VTM 机器上去做操作拿卡。过关香港的时候呢，这个小票呢，很多人会丢掉啊，这个千万别丢，这个要用到的。好，这个 VTM 跟分行网点的话，其实网上有很多啊，其实都能查询。那么罗湖关和落马洲都有啊。然后我有网友跟我分享说，红磡跟那个科学园也是有 VTM 了。不过很多人抱怨说 VTM 不太好操作啊。那么红磡跟科学园的话，可能不需要排队。落马洲跟那个罗湖的话，很多人过关过来就是为了办卡来的，那所以排队排很久啊。那么去分行的话，建议是存款存1万港币以上。那如果说你不去分行，通过 VTM 的话，它其实是没什么要求的。那 VTM 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其实是一个远程的人工啊，不是人工智能，是人工服务柜台。这个人只是跟你远程对话，他是一个真人。好，这个机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就这样一个机器，这样的一个机器远程柜员 VTM 啊，专人给你服务，也就是这样这个机器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一家香港的第一数字银行，也就是众安银行，也叫 ZA Bank。那么这边的话有香港居民跟访港旅客，如果说香港居民的话，其实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开，全世界都可以开。那访港旅客的话这边有要求啊，就是你必须身处香港境内，你不要去作弊，尝试通过更改定位啊、更改运营商啊这种方法其实不效的，因为他最后抽查让你上传出入境证件记录的话，你万一传假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列为罪名。好，必须的要求是6个啊，那么身份证也要原件，那么还有就是港澳通行证，千万别忘记带身份证。那么内地号码、内地银行的储蓄卡号，储蓄卡号呢，这个需要与这个开户提供的内地手机号码相同，这要注意一下。其实开户的步骤呢，每个人还不一样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下载 APP 叫 ZA Bank 的 APP，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，选择开户类型，这边选择身份证，然后呢，在身份验证拍摄身份证、人脸识别等，然后填写这些住址啊、职业、开户目的啊。但是我有2次，一次是帮我的亲人开户，一次是帮自己开户，都被要求到了出入境记录的提交。那么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要求，那么我觉得还是大家注意一下。最后一步就是完成开户啊，记住这个用户名和登录密码。好，那么我再说一个邀请码的问题。其实在众安银行，如果说使用好友邀请码开户的话，可以获得一些回赠，比如说消费回赠券包100港币这个600港币。但是呢，这港币是1和2有说明的，其实是分开给你的。那么我还记得的是，这个的话应该是有个20的港币，200减20的，这个应该是有个也是20左右，15、20都有。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做定存就是这个的话，其实如果说你有必要的话，其实可以做总金额你存个1000块钱，然后呢再拿100块钱去买基金，买基金刚刚好100块钱，然后这样的话存款900，基金100，你去买货币基金，货币基金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的申购费和赎回费的，所以说这点呢非常好。好，邀请码的话在这里就是 MK6PG2， 然后呢这边可以搜索下载这个 ZA Bank。那如果说你需要以 APK 形式安装的话，到这个网址官网去下载，千万要注意最好的话还是用苹果手机 App Store 下载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么再说一下众安银行的这张提款卡其实提款卡的话，其实如果说你不申请的话，没有任何关系，里面就有一个虚拟卡号，那个虚拟卡号足够你用了，你可以绑定支付宝支付宝香港那个 HK 都可以绑定。
那么我的建议是你绑定阿里 Pay HK， 这样的话你消费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。如果说你直接绑定支付宝的话，它会产生货币转换费，或者说你绑定香港的 WeChat 钱包，也就是微信钱包，也是没有货币转换费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在内地消费的话是可以零手续费的。那么这个卡的话，邮寄的话给你是30港币的收费原则。其实你提交之后呢，理论上来说，他说要15个工作日，其实很快就到了，2-3天就到了，从珠海发出。我再说一下这张卡的优点和缺点吧。优点就是这张卡在任何的香港 ATM， 任何一家银行的 ATM 机取款都是免手续费，不用任何钱。但是缺点就是这张卡是没法存款，因为没有任何 ATM 机是众安银行专属的 ATM 机，你没有办法存款，所以说你里面的钱只能通过汇转的方式、转账的方式到账。那么你不得不，我建议你去办一个实体银行的卡，比如说工银亚洲，你去办了之后，你走银通机可以存款，存进去之后，然后你通过工银亚洲转账到这个众安银行，那么你就可以实现取款了，这只能这样子了。现在说一下招商永隆银行的开户流程。首先我们要理解一点，招商永隆银行和招商银行香港分行是2家不同的银行。招商银行香港分行呢，它的开户门槛是非常高的，目前来说需要海外资产800万港币以上才能开户，所以说一般人都开不到。那招商永隆银行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在于旺角地铁的 E 出口就是招商永隆银行，你可以看到的 E 出口。那么继续回到说开户流程，这边的话开户预约申请，他说请下载这个手机 APP。好，我以 iOS 为例，那么你就这边下载，那么另外的话就是 Google Play 下载了。打开之后呢，这个立即开户这个字不是很明显，就是在点我的登录地方下面有个立即开户，然后这边呢又选择不同的类型。那么如果说你是有香港身份证的，你可以遥距开户、远程开户。那如果说你是只有中国身份证的，那么你就要这个网点开户，但是呢可以手机上先提交申请。好，这一步啊，这边点立即开户，下面的话你就点新开户申请，这边是个政策同意，然后这边输入手机号码，然后需要验证的，然后这边邮箱，下面身份证以身份证号码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注意一点，一般银行开户的最低资金必须达到1万港币以上，否则的话会收手续费。好，后面的话基本上步骤跟普通的银行开户流程差不多了。下面的话就是他默认帮你勾选了啊，这个是否，第三方转介啊，这个就选否。那如果说有亲戚担任这个招商永隆银行的职员的话，你要这边更改一下，如果说未来的话。好，后面流程我就不介绍了。再介绍一家银行叫上海商业银行。上海商业银行呢其实不在上海，是在香港，因为它以前是从上海搬过去的。那么上海商业银行呢其实比较容易开户，然后呢要求比较低，而且很多地方都免手续费啊，相对来说的话优惠还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它是实体银行，在香港的网点其实也挺多的，只是很多人不太去开户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其实你选这个先生，然后这边写，它有个非常不好的地方，就是电话号码仅支持香港的手机号码，所以说很多人这一点的话就过不去。但是呢，这边开银行的话预约，我就感觉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那么你可以选择很多银行，分行很多。那甚至呢，它还有一个迎新礼遇，迎新礼遇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就这边图片可以显示出来。然后呢，一个是汇入手续费0元，第二个的话账户管理费是0元。但账户管理员全免的话，其实是要维持日均存款5000港币以上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实打实的给你100港币啊，港币开户上，这个能开银行账户还能收100港币的话，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还有一个500港币的升级赏，这个升级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别乱升级好，因为那个升级的话是需要达到每天日均存款是100万港币的，我觉得很多人拿不到。好，这个具体规则的话可能有所变化啊，因为这边的话到6月30号，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。最后介绍一家叫新银国际，简称叫新银国际，其实就是中信银行的香港分行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有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联络电话是可以用中国内地手机号码来联系的。那么这边有个迎新礼遇，这两个的话其实最好不要去尝试啊，因为尝试了之后你后期还得降级，因为它这两个都是要日均存款100万港币以上的。那新银国际有什么好的地方呢？其实它可以申请信用卡，一般来说我在网上也看了，是存入
啊，7.5万、8.5万、9.5万左右啊，这个还不确定，你就可以申请，有资格申请信银国际的信用卡。那这个是帮你打开香港信用卡的一种方式，那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那么额外说一家不需要你人到香港的开户银行，那么这家银行呢是可以远程开户的，你可以开到渣打香港或渣打新加坡，那么你人在中国内地你就可以开到，但是呢这个是有条件的。那么几个条件呢？第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满足50万人民币等额资产啊，这等额资产呢可以是你存入美金啊，存入6万美金加20万人民币啊，那就够了啊，那肯定是够了，50万以上的。当然的话，你先开户，开完户之后存入50万人民币等额资产，保持日均50万，然后放3个月。当然的话，你不需要这个说你放完3个月再去办这个渣打香港，你可以放进去之后，那么渣打内地的话，他会帮你做个推荐啊，这个叫国际业务，写推荐信到渣打香港，然后你做一个律师见证，那么付点律师见证费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远程开户呢，其实有3家，汇丰、恒生、渣打都可以，只是说渣打的要求是最低的，因为这个50万放进去的话，渣打这边至少放3个月，其他银行的话就不止了。所以说有些是1年，有些是长期，那就比较麻烦了，甚至有的还要你买保险或者做理财，那要求比较高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说这个渣打银行应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低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额外要求，它是需要现在看你社保和工作了，以前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也出于反诈需求，特别是渣打银行不可能在全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网点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你需要异地开户。那异地开户的话，其实审核会更严一点，那么就需要你的工作社保，最主要是查明你的资金来源是合法收入。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，可以这边预约联系一下。